在阿塞拜疆和伊朗之间局势紧张的时刻，突然有消息传出，阿塞拜疆即将获得 S-400防空导弹，这对伊朗非常不利。作为伊朗的亲密伙伴，俄罗斯自然不会为阿塞拜疆提供 S-400。那阿塞拜疆到底将从哪里获得 S-400呢？这就要问土耳其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德黑兰和巴库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的背景下，土耳其正计划再向阿塞拜疆派遣 S-400防空系统。据俄罗斯媒体描述，土耳其正在考虑向阿塞拜疆派遣 S-400防空导弹以及 F-16C 战斗机，以帮助阿塞拜疆对抗伊朗。要知道，土耳其的 S-400是从俄罗斯购买的，而土耳其在并未向俄罗斯协商的情况下，向阿塞拜疆提供 S-400，让俄罗斯非常的不爽。要知道，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向来不错，一旦阿塞拜疆和伊朗发生战争 ，S-400防空系统对伊朗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这将极大的影响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土耳其和俄罗斯有关 S-400的协议中，土耳其并不能向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转让 S-400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技术。现在伊朗的计划完全违背了这一条约，难保未来土耳其还会对更多的国家提供这一系统，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有相关人士表示，如果埃尔多安明知道违反协议的情况下，还决定将 S-400防空系统运往阿塞拜疆，这将彻底的激怒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将会对土耳其发起严厉的制裁。要知道，土耳其在和西方闹僵之后，已经很难从西方购买到先进的武器，俄罗斯是为数不多的还能为土耳其提供先进武器的国家。一旦俄罗斯堵死了这条路，土耳其将在地中海与希腊的对抗中落入不利局面，可见俄罗斯制裁对土耳其的影响。俄罗斯可能还会停止对土耳其的这批 S-400防空系统的维护，以削弱他们的战斗力。在叙利亚失势以后，土耳其急于在中东稳住脚跟，正好遇到阿塞拜疆与伊朗之间矛盾激化，这让埃尔多安有了可乘之机。殊不知，中东地区的复杂局势不是土耳其可以插手的。再这么一意孤行下去，埃尔多安激怒的可能不仅仅只是普京总统这么简单，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呢。在10月10号，我国包括海外的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出一批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全新图片。从曝光的图片来看，这是在冲突结束之后大批印军被俘的场景。一些图片中还能看出一些印度士兵鼻青脸肿，显然是在冲突中与我军亲密接触的结果。而俘虏的人群中还有一些打着绷带的，显然我军给受伤的印度士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处理。颇为讽刺的是，当时印军宣称在此次冲突中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76人受伤，10人被俘。但从这些现场图片来看，却显然不只是10个人。而从一张图片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军缴获的装备成堆地堆放在一处。就在印度人为自己的谣言庆祝的时候，这样一批现场图片可以说击碎了不少印度人的玻璃心。而作为一贯的死对头，巴基斯坦网友就表现得相当兴奋。有一个疑似是巴铁网友的人表示，看起来印度人在面对武装士兵的时候被打得很惨，但他们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克什米尔人时却表现得相当勇敢。有一个颇为细心的网友发现，在一些图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印度士兵有意识地在遮挡自己军装上的名牌，或者是已经将名牌给撕掉了。这意味着这支印度部队中的一些人已经有着丰富的被俘经验了，或者说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对面俘虏了。而且也恰恰是这个动作，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新兵谁是老兵。需要注意的是，整件事情可以说是印度自己自作自受。事情最开头是在10月9号，印度几大主流媒体印度时报、印度第18电视台、今日印度等突然开始在新闻报道中公然编造中印边境的消息，谎称有200名中国士兵在边境地区与印度部队激烈交火，随后被印度扣押。这样的谣言自然引发了我国上下的强烈不满，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才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放出相关照片。自从法国与美英澳爆发核潜艇事件以来，欧洲自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并且法国同希腊之间的军事协议为欧洲自主做出了实际行动。就在欧洲自主行动刚刚起步的时刻，就遇到了巨大的难题，欧盟面临分裂的局面，似乎有人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最近，欧盟内部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波兰带头质疑欧盟的法律，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美国媒体10月8号报道，波兰法院最近作出裁定，认定欧盟的部分法律规定的内容违反了波兰的法律，所以欧盟法院的某些裁定在波兰也没有约束力，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的影响，波兰是在挑战欧盟的权威，一旦处理不好，将来其他成员国很可能纷纷效仿。届时，欧盟这个志在统一欧洲的共同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盟委员会对此事非常的重视。冯德莱恩表示，欧盟的法律应当优先于任何成员国的法律，欧盟法院的裁定也应当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他将动用所有欧盟的权利来确保欧盟法律的威信。德国、法国也都站出来发声，表示支持欧盟的决定。法国甚至呼吁欧盟要保持对波兰的强硬立场。众所周知，法德两国是欧盟的核心大佬，波兰这次跳出来质疑欧盟的权威，变相的来说就是在质疑法德两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波兰吃多了，撑着要以一己之力对抗欧洲，这背后又是谁在指使？很简单，这件事谁获利最大，谁就是幕后主使者。欧盟内部分裂，最大获利者无非就是美国、英国、俄罗斯。以波兰对俄罗斯的仇视程度，俄罗斯基本可以排除在外了，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英国一直以来都是欧洲的搅屎棍，一个统一的欧洲不是英国想看到的，更不是美国希望的。美国需要欧洲的支持维护他们的霸权，但欧洲并不想活在美国的操纵之下。从近年来欧洲自主的呼声可以看出，欧盟已经厌倦了作为美国小弟的角色。比起目前还没形成气候的欧盟，波兰更需要美国的帮助。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波兰在欧盟内部挤幺蛾子，很可能是受到了美英在背后的指使。毕竟欧盟和北约在很多方面功能重叠，一个统一的欧盟将极大的削弱北约的力量，而已经脱欧的英国和北约掌舵者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独立的欧盟，所以安排了这场戏。看似和谐的西方其实早已暗潮汹涌。法德如何解决欧盟的困境？欧盟与波兰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黑海海域一直都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禁地，北约很多针对围堵俄罗斯的行为也都在黑海展开。之前英国军舰就曾在黑海地区挑衅俄罗斯，吃了一个闷亏，可见俄罗斯对黑海的重视程度。最近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好不容易过了段时间安稳的日子，又有人过来找茬了。只不过这次要来黑海的国家让俄罗斯有些出乎意料。据俄媒报道，土耳其将成为俄罗斯在黑海地区新的对手。土耳其已经和乌克兰达成共识，将共同加强对黑海海域的控制，并开始在该地区联合起来对抗俄罗斯。据土耳其外长透露，基辅和安卡拉将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在该地区的侵略行为。很显然，这个目标指的就是俄罗斯。土耳其这次动机不纯，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对俄罗斯而言是非常危险的。要知道，之前土耳其就和乌克兰走得很近，现在土耳其又要插足黑海地区事务。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在对前不久双方就叙利亚问题未达成一致的报复。不过，俄罗斯似乎耐心已经被耗尽，不愿再与土耳其扯皮。据俄罗斯媒体10月9号公布的消息称，普京总统已经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土耳其立即从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撤军，否则俄罗斯空军和叙利亚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对该地区展开进攻。现在土耳其要插足黑海，甚至要和乌克兰联合起来，这让俄罗斯已经没有顾忌的必要了。多位消息人士表示，俄罗斯军方现在已经在讨论究竟要给埃尔多安多少时间，让他撤出军队。在那之后，俄军将会对这些土耳其军队的阵地进行打击。在普京总统警告后，土耳其方面要么及时撤出，要么基地将遭受攻击。从近期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的行动来看，他们这次并不是在开玩笑。值得注意的是，在普京总统下达最后通牒不久，负责土耳其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高级将领们正在寻求辞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土耳其军队对俄罗斯警告的恐慌。真不知道埃尔多安是怎么想的，身为北约国家，却和北约各国关系搞得一团糟，在得罪了美国之后，现在又惹怒了俄罗斯，难道他们还活在奥斯曼帝国的梦境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近期内忧外患，对外战争遭受重大失败，导致美军仓皇逃离，国内更是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美国民众怨声载道，很难想象曾经意气风发的美国，如今面临这样的局面。其实这都是美国咎由自取的结果。但是世界发生3件大事，再次让美国遭受重大打击。第一件事，美军核潜艇在南海遭受了不明物体的撞击，美国却过了5天才敢公布被撞的消息，甚至连被撞的具体位置都不敢透露。其实这也让美国非常的震惊，怀疑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甚至怀疑自己在该海域是否还保有安全。从美国5天才敢公布消息的举动也能看出，美国现在面临问题的犹豫不决和毫无信心的态度。第二件事，美国国防部长承认，美军将无法按时发饷，因为美国的债务破坏了国家的安全。图为美国国防部长
从美国国防部长的态度也能看得出来，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止在民生方面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美国的国防力量已经开始进行打击。如果美国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可能就要遭受无法承受的后果了。可是美国现在靠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走出经济危机，只能求助于别的国家。在这种时刻，没有任何国家会替美国背锅，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第三件事，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的报告，美国现役人员自杀率创历史新高，这样的事情更让美国恐慌。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象征，到处去宣扬和平、民主、自由，可是换来的只是其他国家的反抗和斥责，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做过正义的事情，只是给其他国家带去了伤害和战争。现在让美国痛心的是，连最忠诚的军队都已经开始对美国失望，不相信美国了，所以才会有许多现役人员自杀，因为这些人已经对国家不抱有希望了。这三件事对美国打击是巨大的，美国还能承受住几次这样的打击呢？其实美国已经无法承受更多的打击了，国内民众和军队的失望，在国际上的名声更是臭名远扬。美国这艘曾经的超级航空母舰已经快要沉没了，如果美国再不拿出决心，正视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美国确实是无法拯救了。这其实也给我国一个大大的提醒，我国这些年走在了正在崛起的路上，各方面都开始走到了世界前沿，但是我们不能像美国一样的做法，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我们更应该谨慎地走好每一步，相信最终我国会引领世界。